华为 Mate 40 Pro Plus、三星 S21 Ultra 这两台手机的后摄系统简直是太对等、太针锋相对了。他们两个不对比一下啊，那真是太可惜了。注意下方的进度条，想看哪部分直接导到哪部分就可以了。再次感谢这位匿名的网友为我们带来了有加太完美的 Mate 40 Pro Plus。没错，再次感谢这位北大的网友。上期呢，我们 S21 Ultra 跟 Mate 40 Pro 对比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觉得在影像方面这两台手机不太对等，但是这回可对等了啊！两台手机的影像系统、超广角主摄3倍、10倍，都非常的对等。那么下面呢，你们可以对这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就是外观来投个票。如果你们认为华为 Mate 40 Pro Plus 好看的打1，如果你觉得三星 S21 Ultra 好看的打2。我们每期呢都会坚持用手机拍摄一些摄影作品，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也用手机拍拍好看的照片。那以上那些样片呢，都是用这两台手机拍摄的，并且用它们内置的滤镜来编辑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多去外面拍好看的照片。没错，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展展。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期待这期节目，记得点个赞、点个收藏，多多支持我们。没错，您的关注对我们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一直以为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Plus 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为这个你也应该谢谢这位鼓励我们一下。谢谢这位粉丝朋友。没错，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三星 S21 Ultra 后面是4颗定焦镜头，超广角主摄3倍中焦、10倍长焦。华为 Mate 40 Pro Plus 后面也是4颗定焦镜头，也是超广角主摄3倍中焦、10倍长焦。这俩手机的后摄系统真是针尖对麦芒，太对等了。先简单说一下内置的拍摄软件啊，这点咱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三星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差。那么跟华为 Mate 40 Pro Plus 比呢，那简直就是有跟没有的区别。这点肯定是华为更强。那么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流光快门功能，这个功能可以在白天模拟减光镜的功能，白天可以拍流水、拍人群，晚上可以拍车灯、拍星轨。总之这个功能我非常喜欢，也是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前面几期节目都已经说过了，三星在这点上做的非常不好啊，继续批评三星。好，那下面我们直接对比主摄的拍摄表现，两台手机主摄硬件参数都列在这里了。主要的区别是原生像素方面，三星 S21 Ultra 的更高一些，但是默认输出像素两台主摄是差不多的。焦段方面，华为有2个焦段，那么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华为在这里使了个小手段。上对比样片，两台主摄拍出来的照片视角不同，颜色也不同。那么你们更喜欢谁拍出来的照片呢？欢迎说出你的想法啊！视角不同，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华为把边角画质下降的部分已经给裁切掉了，所以它的视角跟其他的手机主摄比起来，视角要更窄一些。那么放大中心对比中心画质，由于华为的视角更窄，那么它更有望远镜效果，所以理论上在对比中心画质的时候，看上去应该是它细节更多。那么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而且三星这边有锐化的痕迹。再放大左上角对比边角画质，那么前面已经说了，华为已经把4周边缘画质下降的部分裁切掉了，那么对比结果肯定是它的边角画质更清晰。再看下一组对比样片，两台手机拍出来的颜色依然是有差别的，而且华为的视角更窄，现在呢等效于27毫米，实际上它应该等效于23毫米的。放大中心对比，在这组样张中，两台手机的中心画质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锐化程度也比较接近。三星这边看起来细节层次更丰富一些，但是华为那边的细节也是该有的都有。放大右上角对比边角画质，无论怎么比，在普通模式下 Mate 40 Pro Plus 的边角画质肯定是要强于 S21 Ultra 的。之前的节目已经说过了， Mate 40 Pro Plus 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视角是不同的。由于高清模式，也就是5000万像素模式是全像素输出周围没得裁了所以它的视角就回到了等效23毫米，视角看起来比普通模式要更广。那么下面看看它跟三星的1亿像素高清模式的对比怎么样。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差距有点大无论是解析力还是宽容度，差距都比较大。Mate 40 Pro Plus 还有一个比高清模式还高清的 AI 高清模式，只不过这个高清模式拍摄的时候等待时间非常长，我很不喜欢，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夜景模式拍摄的时间了，大白天的还要举这么长时间，你看到现在都没拍完。但是之前对比过确实 AI 高清模式比普通的高清模式更清楚，但是在这组样片中对比三星的1亿像素高清模式依然是败下阵来，也许是这组样片的中心区域细节层次过于丰富了吧。再看一眼高清模式下的边角画质，放大右上角这回 Mate 40 Pro Plus 的边角画质有所下降了，但是看起来依然还是比 S21 Ultra 好一些。下面再对比超广角镜头，两台超广角的硬件参数列在这里了，主要区别是 Mate 40 Pro 的感光器更大，像素更高，等效焦距方面依然是 S21 Ultra 的更广。上对比样片，各位依然可以投票你们更喜欢哪台超广角拍出来的照片在颜色、视角比例方面，两台超广角都是有区别的。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Mate 40 Pro Plus 拍不到的范围，而且它的超广角比例是接近3:2，跟其他的4:3的比例比起来，它的画面拍摄的更小。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由于 Mate 40 Pro Plus 的超广角硬件方面非常不错，再加上像素更高，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肯定是它的效果更好。放大左上角对比边角画质，由于 S21 Ultra 的视角更广，超广角越广边角画质就越难把控，但是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比视角的差距应该更大一些。再换一组超广角的对比样片，放大中心对比细节，没有悬念，依然是 Mate 40 Pro Plus 的超广角的中心画质更好。再放大右上角对比边角画质， Mate 40 Pro Plus 的边角画质虽然说有所下降，但是依然比三星 S21 Ultra 的更好。虽然两台超广角的视角差距是有的，而且尤其是边角的距离差的有点多，三星 S21 Ultra 肯定边角画质下降的更厉害。但是两台超广角的视角差距差的更大呢，还是边角画质差距差的更大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边角画质的差距差的更大一些。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可以拍摄微距，但是从实际拍摄效果上看， S21 Ultra 的效果强于 Mate 40 Pro Plus。有人说长焦也可以拍微距但确实 S21 Ultra 的长焦拍摄出来的微距也比 Mate 40 Pro Plus 的强。下面看中焦镜头的对比，两台手机的中焦都是3倍镜头，非常对等硬件差距方面，华为的像素更高一些，其他的两台手机差不多。先说对焦，三星这台中焦镜头的对焦真是非常棒在实际使用中从来没有发现过对焦有犹豫的时候，这点真是非常不错。华为的中焦在实际使用中效果也是不错，但是从对焦上来说是没有三星的这台中焦好。从录屏上你们可以发现，有的时候是可以完全合焦有的时候对焦会出现犹豫的情况。上对比样片，两台中焦拍出来的色彩风格差距还是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不要问我谁更接近真实环境我记不住当时环境什么样，您喜欢哪个就好。放大中心对比，华为的中焦像素更高，那么它的解析力确实也更高一些，但是你们注意猫猫身上高光的地方细节已经丢失了。那么这点呢，在10倍上更明显，我们到10倍上再说。再换下一组对比样片，这回两台手机拍出来的颜色风格没有刚才差距大了，更接近于主摄跟超广角的色彩风格。放大中心对比，依然是像素更高的华为在解析力上强于三星。再看长焦的对比，两台手机的长焦都是10倍镜头，真是太对等了。
硬件区别方面，最大的就是像素不同，三星的像素更高一些。华为的10倍有一个问题，从3倍切换到10倍的时候，画面会有些惨白，就是曝光有点高。这个时候，希望您用手点击屏幕的被摄主体，让相机重新点测光，这样画面拍出来会更好看一些。如果你不点呢，就是左边这个样子，就是华为自动测光拍出来的照片。右边是我手动点击猫猫之后重新测光拍出来的照片，是不是差距很大？虽然我们的对比本着是自动不干预的原则，但是想到大家可能也许大概在拍照的时候都有手点对焦的这个好习惯，那这次就用华为手点对焦带测光的照片来对比三星的全自动照片。放大中心对比，三星的锐化更重一些，但要是从解析力上说，两台手机是差不多的，看不出1000万跟800万的区别。再换下一组对比照片，这里要说一下啊，华为的10倍长焦实际的等效焦距是比三星还要稍微再长一些的。放大中心对比，如果从细节上来说的话，确实是1000万的三星在细节上稍微强一点，但是强的不多，你必须仔细对比各个部位才能看出来。前置摄像头由长长来为大家介绍。Mate 40 Pro Plus 的自拍人像模式有3个美颜选项，皮肤光滑度、瘦脸和肤色。三星呢是有4个美颜选项，分别是光滑度、色调、瘦脸和眼睛。这2个手机都比较简单吧，差不多够用，就日常随便拍拍用用。在背景虚化效果上，三星更自然一点，华为这个头发丝儿这很奇怪。但是华为有一个笑脸抓拍功能，特别好玩，华为手机都有，大家可以试一试。三星在检测到前摄有2个人及以上的时候，会自动切换为广角拍摄，这个功能也特别好玩。人像拍摄模式上，这2台手机的表现可谓是十分稳定，特意换了不同的场景来拍摄对比样片，在不同的场景下，这2台手机出片都非常稳定，无论是颜色呀、色彩啊、肤色呀，都非常统一，这点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如果要挑出一个好的话，我认为 S21 Ultra 的表现更好，肤色更好看嘛，女孩看起来应该会更喜欢。再看宽容度的对比，这个环节呢，我们主要对比主摄跟超广角，因为这2颗镜头更容易收录大光比的场景。这2台手机在成像宽容度方面的表现可谓是非常优秀，都十分接近。也许是他们感光器的动态范围都非常不错，或者是软件 HDR 工作的都非常到位。总之是无论暗部还是亮部，该有的细节都有，只不过在成像风格上稍微有些差异。在高光部分，也就是太阳的部分，三星更容易显示出烈日的感觉，这点在对比小米11 Ultra 的时候就说过这点。而华为在大光比的场景中，会把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都非常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当然，在色彩方面的表现上，2台手机也是有差别的。到了这组样片，可以看出2台手机在宽容度的展现上开始出现了差别。主要是在暗部的展现上华为尽可能的提亮暗部细节，而三星是尽可能展现当时的明暗比，并且暗部细节该有的也有。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反正在我的显示器上看，三星的虽然暗，但是细节也是有的。华为那边虽然亮，但是也挺模糊。如果您看不出来呢，我也不会提亮三星或者修改华为，这就是原片的效果。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不用放大了吧。三星这边呢，尽量还原当时的明暗比，而华为那边是非常暴力的提亮了暗部细节。放大高光部分，2台手机在亮部的表现上旗鼓相当只是风格不同。再看夜景拍摄的对比，老生常谈了华为在暗光的时候会触发自动夜景拍摄。我怎么录了一个超广角反正主摄也是这样。反正一旦发现屏幕上出现让你端稳手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移动手机，否则照片就会拍虚。而三星的自动夜景是可以关闭的，照片即按即有，不用等待。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夜景效果，就用夜景模式吧。这反而是我喜欢的逻辑把主动权、选择权交给了用户。S21 Ultra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镜头之间相互替换的逻辑是，超广角就用超广角来拍，那是它因为它没得可替换嘛。主摄肯定当然就是用主摄来拍。3倍中焦用的是主摄数码变焦来拍，10倍是用3倍的数码变焦来拍。而 Mate 40 Pro Plus 稍有不同，中焦之前都一样，但是10倍长焦它就是用10倍长焦来拍，那么效果相当的不好。那么既然中焦都是用主摄来拍，而10倍拍出来的都不可用，那么在夜景对比这个环节，我们2台手机主要看它们的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就可以了。城市照明环境中，2台手机的主摄表现都十分优异。超广角的表现上，华为 Mate 40 Pro Plus 更好一些，因为它的暗部细节看起来更多。再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 Mate 40 Pro Plus 更好一些，主要还是暗部的展现上更好。但老实说，三星的直出表现也是不错的。
在超广角的表现上，这组样片中两台手机表现的还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暗部的表现上，华为看起来更亮一些，但是三星那边该有的也都有。到了非常暗的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三星的直出已经盯不上劲了。那么到了后边，我们只能打开它的夜景模式了。打开夜景模式以后，在拍摄效果上可以发现跟 Mate 40 Pro Plus 可以一战了。放大中心对比，发现不止可以一战，而且在细节清晰度上超过了 Mate 40 Pro Plus。现在这两张对比呢，是 Mate 40 Pro Plus 的自动夜景对比它的夜景模式。上期我们在单独聊它的节目中就说过，在这个场景下，它的夜景模式是比自动夜景模式拍出来的更清晰的。那这次就用 S21 Ultra 的夜景模式对一下 Mate 40 Pro Plus 的夜景模式，放大中心对比，依然是 S21 Ultra 的效果更好，不但更清晰，细节也更多。超广角的夜景模式对比 Mate 40 Pro Plus 的色彩非常的忧郁，放大中心对比还是 S21 Ultra 的清晰度更高。到了祖传神树场景啊，这是最暗的场景了。在这个场景下 Mate 40 Pro Plus 的自动夜景是强于它的夜景模式的。那么就由它的自动夜景跟 S21 Ultra 夜景模式做对比，第一眼看上去是 Mate 40 Pro Plus 的效果更好，但是放大看的话，依然是 S21 Ultra 的效果更好，更清楚。下面再看视频录制的对比，先看慢动作的效果。Mate 40 Pro Plus 支持的是3840帧的慢动作，而 S21 Ultra 这边不写多少帧，它写的是凝实摄影。从实际效果上来看 ，Mate 40 Pro Plus 的效果肯定是更慢的啊，更能把时间凝固。S21 Ultra 这边画质稍微强一些。现在是主摄日常走路的防抖表现啊，用的都是默认设置拍摄，无论是色彩还是清晰度，都是三星这边明显更好，这个差距有点大呀。那就再比一次主摄，刚才的差距有点大，可是这次的对比依然是 S21 Ultra 的颜色跟清晰度更好。现在是超广角的对比，同样 S21 Ultra 在亮度、颜色、清晰度上战胜了 Mate 40 Pro Plus。现在是3倍中焦录像的表现，这就不用走路了，手持已经很费劲了。S21 Ultra 的晃动稍微比 Mate 40 Pro Plus 大一些。现在是10倍长焦的录像表现，同样是手持啊，两台手机晃动的都比较大，其中 S21 Ultra 晃动的稍微更厉害一些，但是从画质上来说，肯定是 S21 Ultra 更好。这两台手机如果中焦跟长焦想录像的话，还是踏实的上三脚架吧。现在是主摄在夜晚的录像表现，城市照明环境下啊 ，S21 Ultra 的画质更好，果冻效应更小，但是眩光更多。Mate 40 Pro Plus 看起来防抖稍微好一些，但是画质不行。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S21 Ultra 的更好 ，Mate 40 Pro 那边看起来好像更亮一些，但是防抖啊、画质啊一系列都比不过 S21 Ultra。夜景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这回 S21 Ultra 的表现很好，在可用度方面明显强于 Mate 40 Pro Plus。在这个场景下，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无法胜任了。工业设计方面，开头的时候大家应该为这两台手机已经投过票了。这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都可以说是相当的抢眼，但如果要是从辨识度上来说的话，我认为 Mate 40 Pro Plus 的辨识度更高。但如果要从正面看的话，无疑是 S21 Ultra 更好看，而且屏幕质量、观看效果上也是它更好，这点华为没得比。在厚度、质量、手感方面，这两台手机就没有必要分出一高低上下了，毕竟它们俩人都属于比较大、比较厚、比较沉的那种。总之呢，我们3个人里边，我跟九虎用这种手机丝毫没有问题，挺喜欢，但是长是不会喜欢这种大、沉、厚的手机的。硬件跑分续航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针锋相对的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这两台手机虽然都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在影像上的表现依然代表了如今手机中的最高水平。也许会有其他手机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过它俩，但是比较平均值的话，还是它俩最厉害。以上对比结果如果没有特意说明，那么都是采用手机的默认设置拍摄，目的就是为了模拟大多数人的使用方式。好，那下面总结一下对比结果啊。主摄的对比上，两台手机的表现可谓十分优秀。普通模式下 ，Mate 40 Pro Plus 通过裁切画面边缘画质下降的部分，换取了成像上的优质。但是视角透视等都和如今的手机主摄上是有区别的。如果您不在乎这些，那普通模式下 Mate 40 Pro Plus 的表现更好。高像素模式 S21 Ultra 更好，而且还好很多。在超广角的对比中 ，Mate 40 Pro Plus 的表现更好。相比于 S21 Ultra， 虽然视角不够广，
但是整体的解析力和边角画质的优势足以弥补视角的差距。如果您在乎更广的视角，那么 S21 Ultra 的表现不会让您失望的。微距的表现上 ，S21 Ultra 更优秀，无论是超广角还是长焦拍微距，都是它更优秀。3倍中焦和10倍长焦的表现综合表现是 S21 Ultra 表现更好，主要是在对焦和测光上的优势。对焦和测光是拍摄体验上很重要的一环，它给人的感受在成像之前。好的拍摄体验是让您有拍摄欲望的前提。画质对比上，3倍中焦 Mate 40 Pro Plus 更好，10倍长焦是 S21 Ultra 更好。虽然 Mate 40 Pro Plus 的表现不错，但它还不够好，所以中长焦的对比中 S21 Ultra 获胜。拍摄人像上也是 S21 Ultra 更优秀。成像宽容度的对比中，两台手机的表现略有区别，但总体水平都很高。夜景的表现上 ，S21 Ultra 更好。首先是可以关闭讨厌的自动夜景功能，把控制权交给用户。其次是成像质量也很优秀，尤其是在防抖跟成片清晰度上的表现，对比 Mate 40 Pro Plus 更优秀。日常录像上的表现，从白天到夜晚都是 S21 Ultra 的表现更好。其中长焦录像对比环节中，Mate 40 Pro Plus 的手持防抖更好，但依然也很抖。所以手机如果用中长焦录像的话，建议您一定要上3脚架。OK， 那看完上面的节目，我相信你们对这两台手机的影像方面的表现心里清楚了吧？也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了。虽然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啊，你们也买不着哎。那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